中国经济的现状。说实在的，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。最近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和事件，简直就像是一颗颗定时炸弹，随时可能引爆中国经济的根基。让我们一起来剖析这些令人不安的信号，看看中国经济到底有多危险。还记得日本的失去的20年吗？那段经济停滞、通货紧缩的黑暗岁月，曾经让这个经济强国元气大伤。而现在，这个可怕的魔咒似乎正在中国上演。最新数据显示，8月份中国的核心通胀率仅为 0.3%， 连续18个月低于 1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简单说，就是物价几乎没有上涨，甚至有下跌的趋势。听起来似乎不错，大错特错。这意味着中国正陷入通缩的泥潭，而且越陷越深。彭博社的分析更是令人胆战心惊。他们预测中国的 GDP 平减指数可能会连续下降到2025年，创下自1993年以来最长的通缩纪录。想想看，30多年来最长的通缩期，这是何等可怕的景象！通缩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消费萎缩，企业利润下降，失业率上升。更糟糕的是，这可能引发一个恶性循环：物价下跌，消费者推迟购买，需求进一步下降，企业减产裁员，收入下降，消费能力进一步萎缩。这不就是日本曾经历过的噩梦吗？有专家直言不讳地说，我们肯定处于通货紧缩之中，而且很可能正在经历通缩的第二阶段。第二阶段是什么？就是通缩已经开始自我强化，变得更加难以控制了。通缩的阴影下，最直接受害的就是普通老百姓。最新的私人调查数据简直触目惊心。在电动车和可再生能源等所谓的朝阳产业，8月份入门级员工的工资比去年高峰期下降了近 10%。10%是什么概念？那可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啊！一年的辛苦工作，到头来却比去年少拿这么多，谁能接受？更可怕的是，这种工资下滑的趋势似乎正在蔓延。长江商学院对300名公司高管的调查显示，上个月的劳动力成本增长是自2020年4月以来最弱的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全行业都在压缩人工成本，老百姓的钱包正在快速瘪下去。智联招聘的数据更是令人心凉，第二季度38个主要城市的平均薪资几乎没有变化。要知道，在疫情爆发前的2年，平均薪资可是每年增长 5% 啊！现在呢，原地踏步，甚至倒退。大家想想，物价在涨，工资却不变甚至下降，这不是变相降薪吗？难怪最近网上流传着35岁就是年纪大的说法，因为企业都在寻求更廉价的劳动力啊。面对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，你以为中国的决策者们有什么高招吗？别想了，他们自己都乱了阵脚。最近中国央行想通过打压国债价格来提升市场利率，结果呢，国债价格不跌反涨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央行已经失去了对市场的掌控力，甚至连基本的货币政策都难以实施了。有经济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，这是中国央行的滑铁卢。央行想要做空国债，结果反而被市场做空了。这种滑稽的场面，在其他主要经济体几乎是不可想象的。更可笑的是，央行的这番操作不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，反而暴露了更多问题。国债收益率创下新低，这意味着市场对中国经济的长期预期极度悲观。投资者们用真金白银投票，他们认为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低增长、低通胀，甚至是通缩的经济体。央行的无能为力折射出的是整个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。货币政策失灵，财政政策乏力，中国还有什么工具来调控经济吗？如果说国内经济形势已经够糟了，那么国际投资者的态度更是雪上加霜。据报道，今年前2个季度，从中国撤走的外国直接投资高达148亿美元，创下历史新高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意味着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彻底失去信心了。大家想想看，没有外资的青睐，
中国经济还能维持世界工厂的地位吗？还能保持技术创新的活力吗？答案显而易见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种资金外流似乎还在加速。彭博社报道称，一些大型跨国公司正在悄悄地将生产线转移到越南、印度等国家。他们的理由很简单，中国的政策环境太不稳定，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在消失。有分析师直言不讳地说，中国正在失去它作为全球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，这对一个依赖出口和外资的经济体来说，无疑是致命打击。如果说前面的问题还较为抽象，那么烂尾这个词，相信每个中国人都感同身受。据统计，目前全中国有3000万个家庭买了烂尾楼，正在苦苦挣扎。3000万是什么概念？那可是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和呀！这些家庭不但没拿到房子，还要继续还贷，简直是雪上加霜。更可怕的是，烂尾现象似乎已经从房地产蔓延到了整个社会。从“一带一路”到香港，从青年就业到经济改革，处处都是烂尾工程。有专家直言不讳地说，当前的领导层正带领中国进入了烂尾时代。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触目惊心的烂尾项目。首先是房地产烂尾，有研究显示，单是清除烂尾楼就要6年至10年，而要彻底消除房市泡沫破灭的影响，可能比日本的30年还要长。这意味着整整一代人可能都要在这个烂尾的阴影下生活。青年失业烂尾同样令人心惊。据估计，全国18至34岁的年轻人中，失业人数接近1亿。这些烂尾青年最新的躺平方式是什么？是入住青年养老院，每月只要800至1000元租金，就可以不用挣扎了。这是何等的绝望！一个国家的未来竟然在如此年轻的时候就放弃了奋斗，这对中国的长远发展将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。曾经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计划，现在也成了烂尾工程。不少参与国无法偿还中国的贷款，掉进了债务陷阱。中国想用这种方式拓展外交，结果却难以找到真正的朋友。这个号称世纪工程的项目，最终可能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滑铁卢。最后，我们来看看曾经繁华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。国安法实施后，香港俨然成了当局的又一个烂尾项目。房价暴跌，富可敌国的地产商纷纷遇险。就拿新世界地产来说，去年就亏损了200亿港元。这个曾经被誉为东方明珠的城市，如今光芒尽失，成为中国经济衰退的一个缩影。这些烂尾工程不仅浪费了大量资源，更重要的是摧毁了人们对未来的信心。当一个社会到处都是烂尾工程时，人们还怎么相信美好的未来？面对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，中国政府在干什么呢？说来可笑，他们居然在隐瞒数据，粉饰太平。据悉，中国官员试图压制有关通货紧缩的讨论，警告分析人士不要使用这个词。但是纸包不住火呀，就连中国央行前行长易纲都忍不住说，根除通货紧缩必须成为政策制定者的首要任务。更可笑的是，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，中国政府的万灵药居然还是鼓励生产，而不是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刺激需求。这不是本末倒置吗？有国际观察家一针见血地指出，中国目前正陷入严重信心危机，不但消费者对政府失去信心，连政府自己也对挽救经济失去了信心。更糟糕的是，长期隐瞒经济数据，导致决策者自己也不知道真实情况。经济学人杂志指出，外界对最高领导层获取信息的渠道和决策过程知之甚少。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，我们很难期待他们能够制定出切实有效的经济政策。这种决策的黑箱操作，无疑会增加经济政策失误的风险，进一步加剧市场的不确定性。那么，中国经济的未来会怎样呢？坦白说，前景并不乐观。有专家预测，单是清除烂尾楼就要6到10年时间。而要彻底消除房市泡沫破灭的影响，
可能比日本的30年还要长，这意味着中国可能要面临一个比日本失去的20年更长、更痛苦的经济调整期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庞大的失业大军随时可能爆发。据估计，全国18至34岁的年轻人中，失业人数接近1亿。这是一个定时炸弹啊！一旦引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有分析认为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路线。国家过度控制经济，打击民营企业，不重视市场作用，这些都是致命伤。但是，即便在最近的3中全会上，中国政府仍然没有表现出改变这一路线的意愿。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困境可能会长期持续下去。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。通缩、失业、外资撤离、政策失灵、烂尾遍地，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几乎无解的困局。